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视频，这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今天我想继续来聊一个心理学话题，就是母女关系。最近有几位女性朋友和我讲述了她们和母亲的复杂关系。第一位女性是家里的长女，她从小是在母亲的骂声中长大的，因为家里还有弟弟妹妹，她总是那个被批判、被忽视、被要求让步的人。她对母亲充满了愤怒，发誓长大后要逃离。但最让她绝望的是，她难以真的恨母亲。每当她内心里充满恨意时，她就会想起母亲在骂完她之后，又默默地去厨房给她做了她最爱吃的菜，或者看到母亲一边抱怨生活，一边帮她把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于是她突然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向她施暴的女人，自己也是不幸的原生家庭和婚姻的受害者，也是在重男轻女的苦难里长大的女孩。于是她的愤怒瞬间变成了巨大的愧疚。她会想，妈妈只有我了，如果连我都恨她，她会非常可怜。第二位女性的故事则更复杂。她的母亲几乎不会打骂她，甚至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身体，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她。她的父亲是一个冷漠、自私、缺乏责任感，并且时不时暴怒的人，而母亲是那个隐忍的、逆来顺受、默默承受这一切的受害者。这是一个受难和牺牲的母亲与冷漠专制的父亲的组合。按理说，母亲没有直接伤害她，她应该非常心疼母亲，憎恨父亲才对。当然，她的确非常厌恶父亲，然而她在内心深处却经常涌起一股莫名的、无法言说的恨意，而这股恨意是指向母亲的。她对母亲有一种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心理，而这种愤怒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对父亲的愤怒。上面两个故事在中国社会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，虽然这两个故事里的母亲看起来很不同，但是当事人都有相似的精神内耗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就是，虽然你已经成年了，甚至离家很遥远了，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但你依然感觉自己像有一根隐形的脐带，是和母亲的精神直接相通的。可能你今天本来心情很好，生活很顺，但只要接到母亲的一个电话，听到她叹了一口气，或者语气稍微有点不对劲，你整个人的状态瞬间就会崩塌。你的肠胃会抽紧，心跳会加速，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和愧疚感会像潮水一样把你淹没，并且你还会发现，这种内耗会渗透到生活的许多缝隙。当你尝试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似乎很难建立健康的关系，甚至当你自己获得快乐、取得成功的时候，你内心深处甚至会有一种隐秘的罪恶和内疚，会感觉这一切都是不稳定和不正当的。同时，对母亲的情感也是在爱与恨之间反复横跳的。也许上一秒你觉得她很可怜，但下一秒又觉得非常窒息。这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理，让人既困惑又苦恼。那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初步讨论这个话题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。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，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。首先，我们说亲子关系的组合只有4种：母子、母女、父子和父女。在这4种关系里，母女关系又是相当特殊的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每一种关系都很特殊，但是我们认为，从自我意识的分化和人格边界的确立这个角度来说，母女关系的确更容易形成最深刻的羁绊。因为一般来说，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相对是比较简单的。比如父女关系通常比较两极分化，要么女儿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要么就是父女之间彻底疏远或厌恶。而父子关系通常更疏远一些，父亲往往扮演的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，父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往往是不多的。相比之下，母子关系就要复杂一些，我们很容易看到那种有病态的恋母情节的妈宝男，这种共生的亲子关系是很容易看出来的。许多时候，表面上是母亲低声下气在服务挑剔的儿子，实际上儿子也享受其中。
但母子之间仍然有一条天然的底线。因为性别的不同，母子之间无论多么亲密，始终存在一道生理和社会的屏障。这道屏障在无形中为这段关系保留了最后的边界。母亲很难真的把儿子看作是另一个自己。然而，因为母亲和女儿是同性，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。这种同质性让界限的消融变得轻而易举，也让控制变得无孔不入。许多女儿都不自觉地成为母亲的镜子。当母亲看着女儿的时候，她看到的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而是年轻时的自己，或者是我想成为却没能成为的自己。这种同性的镜像关系，让母亲很容易把自己的恐惧、遗憾，甚至对男性的愤怒，全部投射到女儿身上。她会觉得，我经历过的痛苦，你不能再经历，或者我没做到的事情，你要替我做到。正因为这种你我不分的潜意识错觉，导致母女之间的控制往往不是像父亲那样简单粗暴的命令，而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当然，需要强调的是，我们在这里讨论父亲和母亲时，不一定指的是你生物学上的父母，而首先指的是那个承担了相应心理功能，且对你生命发挥了相应影响力的人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那个母亲可能是从小带大你的奶奶、姑姑和外婆，那个父亲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叔叔、舅舅或者爷爷。这里关键在于心理上的角色，而不是血缘上的称谓。那么，这种母亲和女儿的紧密连接是如何产生的呢？这种连接首先是身体上建立起来的。比如，很多女性即使成年了，母亲还是会替代女儿去感知冷暖，担心女儿没吃饱，吃得不够好，然后要求女儿多吃一点或者穿得厚一点。那有人可能会说，许多母亲对儿子也会这样的。然而，母亲和儿子毕竟有性别差异，随着儿子进入青春期，母亲会有意识或潜意识的避嫌，比如不进浴室，不再过度亲密。这种生理界限会倒逼出心理界限，但对女儿来说，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。母亲会觉得，反正大家都是女的，所以可以更直接地评论女儿的发育、经期、外貌、身材、发型等等，比如说这个发型不适合你，显得脸特别大等等。许多母亲将自己对自己的焦虑投射在女儿身上，比如母亲自己觉得胖，就会疯狂限制女儿饮食；当母亲希望女儿好好学习时，就禁止女儿去化妆；而当母亲对自己的外貌不自信时，又会挑剔女儿的五官，或者嫌女儿不会化妆等等。很多母亲和女儿之间是互穿衣服、共享化妆品，甚至是一起睡觉的。这样的事情在母子之间就几乎不可能发生。因此，我们说母女关系的身体同一性要大大强于母子。在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当事人会产生一种感觉，我的身体不仅仅属于自己，而是我和母亲共有的财产。我的冷暖、美丑，自己说了不算，必须经过母亲的审核。这种身体上的极度亲密，有时候让人感觉很温暖，像回到了子宫里，但同时又让人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恐惧，因为你所有的感官都好像被母亲接管了。那么，这种对于身体的极度关注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当我们说到一个人有自我的时候，我们指的是一套由身体、大脑和心理共同编制出来的，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但同时又保持开放和可塑性的体验系统。首先，我们说自我肯定离不开身体，比如你的心跳、你的内脏感觉；其次是大脑，大脑可以把身体传来的无数信号转化为神经冲动，而心理活动则对这些神经活动赋予意义。比如你的心跳加快了，大脑捕捉到这个信号并进行处理，然后你的意识解释说我很兴奋或者我很焦虑。只有这三者顺畅连接，你才拥有一个整合的自我感。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，听到某个巨大的声响，他的身体可能僵硬了，杏仁核会被激活，但他在意识层面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无法有效地分析、组织自己的感受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说他陷入了解离的状态，
他的心理状态和身体是分裂的。而弗洛伊德认为，最初和最重要的自我是躯体自我，自我的最初感受就来源于躯体体验。我们现在说到我要活出自我，比如我要做一个艺术家，我不想当医生了，那我得意识到，那个当医生的我和想当艺术家的我是同一个自我，这本身是一种相当抽象的精神层面的追求。然而，这种精神性的自我最开始其实是建立在身体体验之上的。我们想象一个人刚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感觉这个世界每分每秒都在变，周围的温度、湿度、气流都在变，而只有他的身体，他的心脏跳动的节奏、呼吸的起伏，他皮肤感觉到冷暖的边界是每时每刻都在场和连续的。这些身体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我们生命中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恒定感。比如婴儿发现每次他的肌肉发力，手臂就必然能抬起来，且这个手臂抬起来的事件与他发力的动作是完全关联的，婴儿就会认为这个手臂是属于自我的。反之，如果婴儿做了这个发力的动作，但手臂延迟了一段时间才抬起来，那么婴儿可能就觉得这属于外界，不属于自我。正是因为身体总是以相对稳定的方式运作，我们的大脑才能以身体为锚点，建立起一种自我的连续性。只有当身体告诉我，昨天的那个身体是我，今天的这个身体还是我，我们才能在精神层面上发展出同一性，也就是昨天的那个想法是我的，今天的这个想法也是我的。所以，身体的稳定性是精神性的自我保持同一性的前提。因此，当母亲对女儿的身体进行无微不至的评判、修正和接管时，她其实是在破坏这个恒定性。如果你的身体感受不是由你的神经系统决定的，而是由母亲的心情决定的，比如你觉得热，但母亲一定要给你穿衣服；你觉得不饿，母亲一定要你吃饭，那么你的身体的那种天然的、无可置疑的连续性和稳定感就被破坏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紧密连接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困惑自己的感受到底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愿望，还是为了平复母亲的焦虑。当然，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都是母亲的责任，都是母亲的控制欲太强。然而，父亲才是那个房间里的大象。在中国家庭里，父亲的功能性缺席几乎是一种常态。很多父亲仅仅是一个提供金钱的符号，或者是一个负责拍板的权威，但在情感交流和家庭琐事的参与上，他们是隐形和逃避的。这种缺席导致了母女关系的超载。当一个女人在婚姻里得不到丈夫的情感支持，在繁重的育儿和家务中得不到分担，她内心的那些委屈、焦虑、孤独并没有消失，这些情绪积压在那里，急需一个出口。当丈夫指望不上时，母亲能抓住的唯一那根救命稻草就是自己的孩子，尤其是那个更贴心、更像自己的女儿。这极大增加了女儿从母亲那里独立出来的难度。女儿通常比儿子拥有更敏锐的雷达。很多儿子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母亲的付出，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，但因为身体和性别的相似性，女儿天然地更容易共情母亲的痛苦。在一个典型的病态家庭结构里，往往有一个粗暴、冷漠或者缺席的父亲。为了对抗这个共同的敌人，母亲会拉拢女儿，过早地结成一种女性同盟。母亲会不断地向女儿倾诉，你爸又不管家了，你的奶奶多么欺负人等等。在这种同盟里，女儿被迫通过情绪乱伦的方式，成为了母亲在精神上的丈夫。因为父亲在情感连接上是死的，母亲就把在这个婚姻里得不到的理解、陪伴和支持全部向女儿索取。女儿成了母亲唯一的救命稻草，也成了母亲倾倒所有婚姻垃圾的垃圾桶。但最让女儿崩溃的是这种关系的双重性。母亲有时候把女儿当战友，但有时候又会通过分裂和投射机制，把自己对丈夫或婆婆的恨发泄在女儿身上。她可能会突然指着女儿骂，你怎么像你那个爸一样自私？女儿在这一刻会感到极度的错乱，我是你的救赎者，怎么突然又变成了你的仇人？
这种错乱就是被吞噬的感觉，是一种被迫的充当情绪容器的感觉。所以，很多女儿在青春期会爆发出一种外人看起来难以理解的愤怒。这种愤怒其实是一种求生的本能，她在潜意识里感觉到母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里其实是有毒的。如果不愤怒、不反抗，她就会被母亲的苦难彻底淹没。而这个悲剧的链条通常还有一个更讽刺的结局，那就是由于母亲长期困在家庭里，没有其他的身份，没有自我，结果她变得琐碎、哀怨、歇斯底里。而造成这一切的父亲，因为常年不着家，不处理家务，不负责任，也不必面对一地鸡毛，反而在女儿眼里显得那么的潇洒、自由、有魅力和轻松。这导致了女儿陷入了一种极度分裂的价值观，她在理智上同情母亲，但在情感上，她厌恶母亲的卑微和软弱。她在理智上知道父亲不负责任，但在潜意识里，她却向往父亲那种不受束缚的特权。这种分裂感是许多中国的女儿们内心隐秘的伤口。在下一期视频里，我们将继续探讨女儿的几种常见应对策略，并试着去寻找那条真正通往心理分化的出路。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，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。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、某段话、某个视频、某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你的日记，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，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。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、困惑和情感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对隐私性、安全性、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，也请及时告诉我。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，也请联系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